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人类过度活动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才导致了近些年灾难频频爆发的吗？本期让我来为大家盘点一下近些年中国发生的重大灾难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收藏。1975年8月4日，台风的到来导致驻马店突发暴雨，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纪录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纪录。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头中射出，数百万灾民泡在水里，发病率迅速上升。距灾区最近的近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赶到驻马店地区抗洪救灾，灾害之惨重远远超出预料，洪峰所到之处，墙倒屋塌，数万人员在睡梦中被吞噬。一座座村庄瞬间荡然无存，千年古树也被连根拔起。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包括2座大型水库在内的数十座水库漫顶跨坝，1100万亩农庄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近100亿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气象科学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这次的台风暴雨使人们措手不及，防不胜防。但此之后，各级气象预报人员分析当地台风致洪暴雨的成因与防御对策，建立了多种致洪暴雨天气预报模式。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在人们熟睡之际，中国河北唐山发生了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2多的唐山大地震，7.8级的地震持续了23秒，仅23秒，造成了242769人死亡，164851人受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部阵亡，4204个孩子成为孤儿。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7.8级地震相当于400颗原子弹在地下16公里的地壳中爆炸，顷刻之间，让这座有着100万人口的城市夷为平地，无数难民无家可归。唐山发生了地震，周围的14个省也都感觉到了震感，其中天津、北京遭到了严重的波及。这场事故造成了30亿的经济损失。在灾难面前，唐山人民患难与共，百折不挠，相互激励鼓励，使他们有了重塑家园的精神力量。之后，唐山开启了长达10年的重建工程，他们不分昼夜地开始重建工作。11万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工人在唐山施工。震后10年，他们完成了家园的重建。20年，他们实现了国民经济全面振兴。30年，他们跨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在不断的变好。唐山地震给人们带来的惨痛，或许已经被时间所遗忘，但给人们带来的抗震精神还在世世代代的传下去。1988年，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从6月中旬开始，洞庭湖、鄱阳湖连降暴雨，大暴雨使长江流量迅速增加。这次洪水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严重，是长江洪水泛滥的主要原因是长江流域的森林被乱砍乱伐，造成水土流失，中下游居民又围湖造田，乱占河道，给这次洪水带来了直接的后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水利工程，在这次灾害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减少了不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据统计，农田受灾面积为 3.34 亿亩，死亡4150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这场长江洪水无疑是在向人们示警，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已危机四伏，它随时可以给人们带来新的巨大灾害。200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袭击全国，造成了349人死亡，治愈了4959例。这种致死率并不高的非典型肺炎，却引起了全球上下的恐慌。关于熏白醋和板蓝根的谣言也一时兴起，白醋和板蓝根的价格被翻炒了几十倍。这场非典起初在广东顺德爆发，后来逐渐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中小学全面停课，大学教学进度被打乱，但高考并没有延期，导致很多人的命运被改写，复读人数大幅度上升。而非典的消失虽然得益于高温天气的帮助，但也少不了医护人员冲在抗疫一线，不眠不休地研究药物，用自己的生命为人民筑起防护非典的高墙。2008年1月3日，中国发生了大范围的雪灾，中国上海、江苏、河南、安徽、广东、四川等20多个省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影响，各大机场纷纷停运，多处水管被冻裂，居民用水困难。这次雪灾
紧急转移安置了166万人，受灾人口已超过1亿，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亿，死亡129人，失踪4人，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造成的经济损失1516.5亿人民币，3万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雪灾中冻死或冻伤。2008年，在唐山经济刚步入正轨后，地震再一次来袭。2008年注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发生了8.0级的地震，余震就有7000多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直接造成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这次地震的破坏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波及大半个中国和多个亚洲国家，可见影响之大。发生地震后，全国各地纷纷捐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上下共累计捐款594.68亿元。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从来都不会退缩。向倩老师在教学楼坍塌之前，有序地组织学生撤离，在教学楼坍塌的时候，还将3名学生紧紧地抱在怀里，自己却永远地停留在了21岁。袁文婷老师数10次地冲进教室，抱出一个又一个孩子，最后一次冲进教室后就再也没出来了。年仅26岁，26岁的武文斌在抗震救灾中连续奋战了35个晚上，最后劳累过度，牺牲在了救援之中。蒋敏警官在失去了母亲、女儿及10名亲人后，仍强忍悲痛，站在抗震第一线，晨间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废墟之下苦苦支撑了70多个小时，被救出来时却停止了呼吸，救援人员瞬间红了眼眶。寺院里的素全法师接纳了孕妇和产妇，并搭建了产房，还允许他们在寺内吃荤。法师说，见死不救才是最大的忌讳。被压了125个小时的蒋宇航，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消防战士，长大要当空降兵的程强也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黄继光班的第38任班长。这次抗震中还有很多无私奉献的英雄，正是这次灾难让大家体会到了人间真情。而中国政府的救援速度与其他国家发生灾难后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有媒体这样评价，一个能出动10万军队救援的国家，一个总理2小时就赶到灾区的国家，一个因民众争枪献血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2009年，国务院就将5月12日定为防灾减震日，提醒人们重视防灾减灾。2010年4月14日7点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发生了6次地震和多次余震，最高震级7.1级。这次地震造成2698人遇难，失踪270人。汶川地震之后，全国防震意识加强，在这次地震中，伤亡人数明显减小，但救援难度极其困难。当时最低气温为-1.5度，昼夜温差大，对废墟下的幸存者也构成了生命的威胁，甚至还将出现雨夹雪、6、7级大风的恶劣天气。加上高原反应，给救援团队增加了不小的困难。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在情系玉树、大爱无疆的抗震救灾募捐活动中，这场晚会共募捐善款21.75亿元，比汶川募捐晚会多6亿多元。对遇难者，政府给每人发放8000元的抚恤金。2010年4月21日，全国举行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2019年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龙江镇列尔村发生森林火灾，造成失火的原因为雷击火，雷电劈中了一棵80年的云南松。凉山地形复杂，交通通讯不便，火场平均海拔为4000米，多个火点均位于悬崖上，救火难度极大。在3月31日下午，风向突然改变，山火爆燃，部分救援人员失去联系。经过6天的补救，4月5号，火场得到了全面的控制。但第2天，凉山木里火场又复燃了，附近3处森林也被引燃，燃烧面积约7公顷，近1000名消防员投入救火的行列。这次灾害让31名消防人员葬身火海，数百名市民自发在街道旁迎接英雄的回来，为沉痛哀悼扑救木里森林火灾牺牲的英雄们。西昌市人民政府决定2019年4月4日为哀悼日，全市范围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球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这是近100年来
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全国上下都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而中国采取的措施也是十分迅速有效的。据数据统计，如今全球有2亿多人感染新冠，中国现在确诊病例只有几千，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控制。而在追求自由的西方国家，形势十分严峻。作为西方的代表国家，美国一天近乎增加10万例。而此次疫情的爆发，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们。曾在汶川地震中受到帮助的孩子，他们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在灾难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无论是洪水旱涝，还是地震雪灾，亦或是新冠疫情，这些自然灾害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示，我们都应该吸取教训。虽身处逆境，但我们仍要心向光明，把灾难当教材，与祖国共成长。